世道不容阿阴，而生来是缘起的死劫，又是凤仪一缕仙缘的容器，在天道面前，阿阴也是没有活路的。可即便承受着世道与天道的夹击，阿阴的腰板也从未服软过。华叔给阿阴施雷刑，他宁死不跪；先祖诬陷阿阴勾结魔族，有辱师门，他宁死不认，倔强地站着，从容且悲壮地死在了元神剑下。奈何桥边，阿阴得知自己就是死在缘起剑下的女仙君，宁愿灰飞烟灭，也不接受缘起的救赎。即便天道与世道给他诸多磨难，但阿阴也从未放弃过主宰自己的命运，更从未屈服过、退缩过。他到死都是站着的，弱小又强大。所以真正让阿阴赴死的是什么呢？是缘起的不信任，还是众仙的诋毁，又或是宁云山的被毁？没有人可以逼死阿阴，他之所以选择从容赴死，不过是在承担自己的错误而已。阿阴这一生虽然短暂，但无愧任何人。可有一点他确实错了，那就是私自放阿九出锁仙塔，而阿九又遭人算计，为了救他挑起了仙妖大战。死在罗刹地的那些仙妖，说到底都是因为他而无辜受牵连。缘起父亲以身应劫，好不容易才换来的三界和平、仙妖止戈，也确实是因为阿阴险些分崩离析。这是阿阴的错，既然是他的错，阿阴又怎会退缩呢？更不用说仙界那些人为了诋毁阿阴，还将脏水顺势泼到了已经灭门的大泽山身上。所以不论是以女仙君阿阴的这个身份，还是以大泽山弟子这个身份，阿阴都不会退缩，从容赴死，接受缘起的神法，就成了他给自己的唯一选择。阿阴被诬陷勾结魔族，这些他都不在乎。令阿阴最心痛的是，连缘起都不相信自己，竟要元神剑置他于死地。阿阴彻底心灰意冷。就算缘起在幽冥界找到了他，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下了忘川。阿阴彻底消失后，凤仪涅槃重生，他还保留着阿阴的记忆和感情。但凤仪现在并不想和缘起相认，他独自调查了当年大泽山被灭一案。凤仪现在虽然不想管缘起和阿阴的事情，但他也不想阿阴一直被误会。凤仪回归后，红绸想让缘起去提亲，毕竟他认为现在三界之中能配得上缘起真神血脉的只有凤仪。可他现在还沉浸在失去阿阴的痛苦之中，红绸看不得缘起一直这么颓废下去，便告诉他让他去侍奉凤仪，补偿当年害凤仪涅槃失败的过错。缘起立刻来到梧桐岛这里找凤仪，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让古镜蜕变成缘起，内心经历了那么多事，早已经不能保存孩童的纯真，沧桑感扑面而来，一晃而过的是成熟和稳重。此时的缘起虽为真神，却更让人心疼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不是不爱阿阴，也不是不保护他，而是在各种巧合下阴差阳错的有了误会，有了隔阂，有了诀别，也有了生死相隔。刻在缘起身上的成长蜕变，有着让人忍耐不住却怜爱感。他身上的悲悯色彩是后期追妻火葬场的看点，同时也是这个角色逐渐成熟悲悯的开端。一夜之间的长大，最明显的标志是不再爱笑了。那个笑声响彻大泽山的少年郎，最终变得内敛不爱笑了，成为众仙那个孤僻孤冷的仙君。经历大泽山覆灭，最爱之人死在眼前，他的崩溃是无声无息的，却又是在一次次不甘绝望寻找阿阴里掷地有声地说着那句不曾言明的爱意。缘起的爱真的很拿得出手，可惜终归败在了他的自以为是，以为的护他周全，自以为可以日后慢慢与他说，以为他们之间还有很长的以后，到最终不过是徒劳的生死不见。可现在凤仪用法术遮挡着面容，缘起并未认出他就是阿阴。可渐渐的，缘起发现凤仪刚出生就开始调查大泽山覆灭的事情，还有当年蓝风帝君被杀的真相。他悄悄地跟在凤仪的身后，发现他和弘毅燕爽都表现得很是热情，但按理说凤仪现在并不可能认识俩人，这才知道原来凤仪就是阿阴。他的归来让燕爽和弘毅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知道阿阴就是凤仪。这个真相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欣慰。为了对抗魔族，凤仪和弘毅决定假结婚，以联合双方的力量。然而这个消息传到了古镜的耳中，他立刻坐不住了。他曾对阿阴的冷漠和伤害，如今却让他深感痛苦。他明白自己已经错过了挽回的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凤仪和弘毅的婚礼在眼前上演。他痛苦地反思着自己的过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也许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更加珍惜阿英的存在，也许他们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然而时光不能倒流，古静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份痛苦和悔恨。可是让他看着凤隐和弘毅结婚，他做不到。袁启找好时机来到凤隐的寝殿中，向他解释前世并不是不幸，只是迫于当时的情形才会动手。他以为他的护他周全，可以日后慢慢温养他的元神。他不知道阿英已经被华叔伤得元丹破碎，没想到最后元神剑会使得他魂飞魄散。解释清楚之后，袁启看到凤隐还是无动于衷，便伤心离开了。经过一晚上，凤隐想明白了自己的感情，忘不了袁启，还不如面对。没想到第二天袁启刚醒，就看到凤隐就在床前等他。不等袁启说什么，凤隐就上前吻了上去，并表示要和他重新缔结姻缘契。袁启乐疯了，简直太甜了。